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信慧。这个东西英文叫做 Servo Motor， 遥控模型的玩家会称呼为伺服机或是伺服器。Maker 通常会把这个东西叫做伺服马达，而在我的这部影片，我会统一以伺服马达作为称呼。伺服马达是一种用在遥控模型上控制遥控车的转向或是遥控飞机的机翼摆动，同时也是 Arduino 制作专题中非常常用的一种马达。你可以用这种马达来制作机器人，或是其他有趣的专题。如果你还没有用过伺服马达，那么这部影片可能对你来说会有点枯燥。但是如果你使用过伺服马达，相信这部影片会对你非常有帮助。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伺服马达的运作以及操控的原理。伺服马达的外壳内藏了许多的零件，主要包含一片主机板、一个马达、一堆齿轮，还有一个可变电阻。这个可变电阻可以侦测马达现在的角度。你可以使用 Arduino 或是一些控制器来给马达90度角度的讯号，伺服马达内部的主机板就会让里面的马达转动，经由一堆的齿轮转动上面的舵片，直到这个角度变成90度，它就会停下来。如果给它135度的讯号，伺服马达就会转到135度的位置，然后停下来。那么该怎么给伺服马达发送讯号呢？要控制伺服马达转动的角度，只要让 Arduino 快速的切换正负极，产生像这样的一个讯号。正极产生的这个时间长度，就是控制伺服马达转动角度的关键。如果正极的时间长度在1500微秒，那么就可以让马达转动到正中间，也就是90度的位置。增加或是减少这个正极讯号的时间，就可以控制马达转到不同的角度。这个就是伺服马达的运作原理。了解运作原理之后，那么我们就来分享10种伺服马达的冷知识以及小技巧。Arduino 内建的 Servo.h 可能会把你的马达烧坏。刚才有提到，发送伺服马达讯号的原理就是让 Arduino 快速的切换正负极。而在 Arduino 中有内建的程式库 Servo.h， 只要使用这个简单的指令，就可以让 Arduino 发出伺服马达的讯号。这个指令填写的0到180的角度，就会转换成500多到2400多微秒的一个讯号。那么为什么会说使用这个程式库会把马达给烧坏呢？那是因为我们所买到的马达通常接收范围没有这么的大。像我的这颗马达标示的范围大概就是1000到2000微秒之间，而 Servo.h 这个程式库预设的讯号则是500多到2400微秒。这个范围远远超过伺服马达可以接受的范围。也就是说，如果你写了一个指令，控制伺服马达的角度转到0度， Arduino 就会发出500多微秒的一个讯号，伺服马达就可能会因此卡住，发出像这样的声音。这样子可能会造成齿轮崩掉，或者是马达的主机板烧坏。所以购买伺服马达的时候，请你确认一下这个马达能够接收的讯号范围。遥控模型用的伺服马达范围只有120度。一般遥控模型店所购买的伺服马达，通常是用在遥控车或是遥控飞机上。这种伺服马达主要是用来控制轮子的摆动方向，或者是飞机的机翼。而这个摆动的角度通常都是以90度为中心点，正负60度的范围去摆动的。也就是说，这种马达的角度范围，你只能把它设定成30度到150度之间。模型专用的遥控器与接收器能够控制的范围也大概是在这个范围内。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遥控器的说明书标示的范围也是800到2200微秒。因此，遥控模型伺服马达的厂商在产品出货检查的时候，也只会确保这个马达在正负60度的范围内是能够正常运作的。所以如果你的马达设定在0度或是180度的时候，听到吱吱吱的声音，那是因为这种马达原本就只能将角度设定成30度到150度的范围内。就算你买好几千块的高档遥控车马达，它也是设计成这样的。除非你买的马达是专门用给机器人用的这种伺服马达，否则我建议你在写马达程式的时候，尽量让伺服马达摆动的角度范围设定成30度到150度之间，才不容易会有抖动或是耗电异常、过热等问题。如果你要避免马达烧掉或是过热，
除了确保角度范围不要到极限之外，你还可以用 detach 的指令来避免马达烧坏。伺服马达在停下来的时候，其实还在不断出力。伺服马达的晶片会不断的比对舵片旋转的角度是否与讯号一致，而内部侦测角度的可变电阻，如果它的品质不好或是寿命到了，很有可能会产生跳动的杂讯。这也就会造成我们在操作伺服马达的时候，常常会有杂音或是不断抖动的情况发生。而如果伺服马达在停下来的时候，外部受到一些比较大的力量，很有可能会伤到马达，造成伺服马达坏掉。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detach 的指令，在伺服马达转到定点的时候，让 Arduino 暂时与马达断开。这个时候，伺服马达就会处于类似断电的状态，移动角度也不会自动的转回来。这样子可以避免马达一直过电，产生抖动、过热或是损坏的问题。使用伺服马达的时候，不可以使用 D9 与 D10 的 PWM 讯号。刚才有提到，如果你要控制伺服马达的讯号，需要快速的切换正负极，而这件事情需要使用到 Arduino 晶片里面的3个 timer。原本在 Arduino 的晶片里面，一个 timer 会负责管理2个 PWM 讯号。而这3个 timer 刚好就可以让6只脚能够快速的切换正负极，来发出6个 PWM 讯号的功能。但是伺服马达的讯号功能也需要 timer 来帮忙，所以使用伺服马达讯号的时候，就会把管理 D9 与 D10 的 timer 借走，拿去发送伺服马达所用的讯号。而 D9 与 D10 也就没有办法处理 PWM 讯号了。所以如果你有使用伺服马达的话，就不要在 D9 与 D10 使用 Analog Write 的指令，因为这2只脚没有办法再发出 PWM 讯号了。一块 Arduino 板最多只能控制12颗马达。Servo.h 这个程式库是借了管理 D9 与 D10 的这个 timer。由于伺服马达使用的讯号比 PWM 简单，所以单单这个 timer 就可以管理多达12颗马达的讯号。但这也是它的极限，所以就算 Arduino Uno 有多达20个 I/O 角位，你最多也只能发送12组马达的讯号，而 Mega 版控制器则可控制多达48组的伺服马达讯号。在台湾买不到 Tower Pro 原厂的 SG90。作为最常见的伺服马达 SG90 这个型号，在许多网络通路都会标榜这是 Tower Pro 所出的。甚至在外观上还会印上 Tower Pro 的名称。Tower Pro 辉盛是一间香港的公司，同时也是第一间制作 SG90 这个型号的厂商。但是根据 Tower Pro 的原厂表示，他们并没有在台湾有经销，仅有在他们自己的官网有贩售。所以你在台湾的网拍查到的这些蓝色小马达，几乎都不是 Tower Pro 所生产的。而我手边刚好有 Tower Pro 官网所寄来的 SG90。单纯从外观辨认，你可以发现正版的塑胶壳上还有印上 Tower Pro 的字样。马达的出现也是从侧边直接出来的，但是根据 Tower Pro 的官方表示，一般的用户很难从外观辨认真伪，必须要请他们的技术部门拆开来才能够辨认。所以为了避免购买到盗版的 Tower Pro， 建议还是从官网购买吧。想买高品质的伺服马达，请搜寻伺服机。如果你想要购买品质比较好、比较稳定的伺服马达，你可以在网拍搜寻伺服机，你就会发现找到的商品价格会比较高一点。这是因为遥控模型上的伺服马达需要稳定一点，如果马达一故障，整台遥控飞机可能就会坠毁了。也因此，遥控模型店所贩售的马达通常也会比较可靠一些。而在本片的一开始，其实有提到，遥控模型玩家会称这个东西叫做伺服机。也因此，在网拍上，如果你搜寻伺服机这个关键字，你可以找到许多品质比较好，但是价格比较高的马达。但相对的，如果你想要找到便宜的伺服马达，就请你搜寻伺服马达这个关键字。金属齿轮不一定比较好。我们使用伺服马达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齿轮崩牙，可能因为机构撞到，或是你施力太大，造成马达的齿轮断掉。由于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所以许多朋友会选择购买金属齿轮的马达，来避免齿轮断掉的情况发生。但是金属齿轮的马达却可能会造成其他的问题，
一旦施力过大，虽然不会伤到齿轮，但是主机板会因此需要更强大的出力。如果主机板的零件有偷工减料，或是塑胶壳的散热不佳，很有可能会造成主机板过热甚至烧坏。严重的时候更有可能会发生危险。而塑胶齿轮的马达，万一出意外，其实你可以把齿轮崩牙当做一道保险。一旦齿轮崩牙之后，马达就会造成空转，也不容易伤到主机板或是造成过热的问题。而且有许多伺服马达的厂商也提供单独购买齿轮的服务，你可以把塑胶齿轮当作保险丝，万一断掉，只要替换过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真的要购买金属齿轮的马达，请仔细挑选有品牌的厂商。仿冒或是劣质的马达都很有可能因为金属齿轮的公差过大，造成有过大的摩擦力，导致就算空转也会消耗非常多的电力。加上主机板偷工减料，很有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发生。在马达外壳打洞可以增加散热。塑胶外壳的伺服马达往往会散热不易，所以你会看到比较高档的伺服马达通常都是金属外壳的，这样子可以让主控板跟直流马达运作时所产生的热能能够快速的冷却。塑胶壳的马达在长时间的运转下容易产生过热的问题，我之前甚至遇过马达的外壳融化的状态，所以直接在马达的外壳钻个洞是个便宜又有效的改造方式。有种特殊的伺服马达可以设定非常多圈的角度。一般我们常见的伺服马达转动的角度大概范围都在120到180度之间，机器人用的伺服马达可能会在270度左右。但你知道有种马达可以旋转超多圈的吗？而且这不是所谓的360度连续旋转马达，而是真正可以控制马达要旋转几度的这种马达。这种特殊的马达就是用在遥控帆船上的特殊伺服马达，称为帆船收锁机或是帆船舵机。这种马达通常会附上一个线轴，你可以用来拉动帆船上的绳子用的。购买这种马达的时候，甚至也有圈数可以去选择。但是这种马达其实不好购买，因为玩遥控船的玩家已经不多了，其中玩帆船的玩家又更少。但是如果你的专题需要拉动绳索，如果你能够买到这种马达的话，可以让你事半功倍。以上是我整理的10种伺服马达的小知识，希望其中的内容对你制作专题会有一些帮助。我之后也会制作一支改造伺服马达的影片。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那么谢谢各位的收看，拜拜。